哎呦，吃进去你就感觉像某种东西在你嘴里爆发了的感觉。这个牛肉的质感有点牛。满分，我跟你说 ，UP。咕咕来咱们识图的小可爱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UP，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去年呢，咱们拍了法国凡尔赛宫吃席哈，哎，这个反响是相当的热烈哈。今天咱们就来续上这个铭记吃席系列，看看我后面的这一个哥特式的教堂啊。现在呢，我就是在法国印象派之都鲁昂。鲁昂位于塞纳河下游，是法国诺曼底大区的首府，也是著名的艺术美食之都。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莫奈和高更都曾在这里创作出流传至今的作品。今天呢，鲁昂把它的老城区呢设置成了一个巨大的餐桌哈，里面设置了多个美食站台，我们就沿着莫奈的足迹哈去品尝一下这个城市。在主座教堂的对面呢，有一个这样的2层小楼哈。著名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啊，就在他的2楼上哈创作了30几幅鲁昂主教堂在不同光线下的作品。鲁昂主教堂是一个哥特式的建筑，它从1030年动工啊，历时了800多年才建造好。仔细看这个教堂的外观，真的太精美了，雕工啊，包括它的这些人物啊，感觉都刻画得非常精细。整个建筑呢，给人一种古兽嶙峋的感觉啊，这也是哥特式建筑的特点。据说莫奈啊，曾经在这个地方啊摆了10几个画架啊，同时作画，就为了记录鲁昂主教堂一天当中的光线变换。后来都已经画来做噩梦了，梦里那个教堂一会儿是蓝的，一会儿是黄的，一会儿是红的啊，这可不是我瞎说的，他给他的妻子的信里是这么说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顿哈，就在鲁昂大教堂面前啊设置的一个透明帐篷里边吃早饭。我说，听见没？那个主教堂在敲钟了，准时哈，现在是早上的10点钟哈。今天这个早饭呢是一个自助餐的形式啊，而且是全部由法国最佳工匠啊来制作的早餐。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呢是法式布里欧修面包，其实呢就是奶油鸡蛋面包啊，而且今天我们吃的还是法国布里欧修面包冠军。Merci OK。最后呢，你还能拿一些梨和苹果，这些梨和苹果呢都是种植在塞纳河边的果园里。这早餐我告诉你，搞得太丰富了嘛，这那么大一堆，我吃了还吃什么午饭啊？吃进去以后，你能感觉到它的那个奶油的味道非常的香，风味非常的浓厚啊，而且质地松软。这个果酱真的是点睛之笔。其实吃什么不重要啊，关键是你在哪里吃，你知道吗？就这个环境真的此生独一份了，我跟你说。就在这个大教堂面前，边吃啊边感受一下莫奈曾经坐在这个地方画画的心情。吃完了早饭啊，咱们赶紧去下一个点出发。鲁昂这个城市于2016年成为了诺曼底大区的首府。诺曼底的历史啊，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2战的时候呢，鲁昂几乎被炸成了平地啊。但是经过重建以后，现在咱们已经看不到任何战争的痕迹了。我们的第2站到了哈，是在鲁昂的火车站面前哈。你们看鲁昂这个火车站这个建筑啊，看那个钟，感觉好像有那种童话世界的感觉。今天咱们的这个吃席啊，还非常有趣哈。每一站呢都提供了一个问题，你需要答对这个问题啊，然后最后能够进行一个抽奖。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来了哈，就是在鲁昂火车站上面的2个雕塑，他们手里筐里装的是什么？这里给你几个选项，有麦子、牛奶、奶酪、米、苹果，还是苹果酒？我猜哈是麦子哈，我先选择，看看最后抽奖能不能抽到我。我们第2个美食站点啊，就是要在我身后的这一个餐厅里吃。Bonjour, bonjour, bonjour. Ok. Merci. Rouen, un temps qui se tient magnifiquement bien. Donc on va avoir la joie de pouvoir effectivement déguster des
gonfler le coq。这家餐厅在1880年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一道法式经典血鸭成了它的招牌菜。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制作血鸭的厨具，把半熟的鸭子呢放到这个容器里边哈，然后转动这上面这个滚轮，然后挤压出血，再用血来烹饪那个鸭子哈。这让我想起了咱们湖南的血鸭。哇 ，Merci。刚才大家发现了哦，我和老板是认识的，因为3年前我曾经来过他们的餐厅。咱们的第一个前菜呢，吃的就是由这家餐厅制作的熏鸭塔。这个起酥起得好漂亮啊，跟纸张一样。哦，和3年前一样啊，它还是那么好吃。今天这个塔里，它加入了一些苹果碎，加入了一些卡蒙贝尔奶酪，再加上一些熏鸭片、一些小葱来点缀啊，味道非常的好。走在鲁昂的街道上啊，真是一步一景啊！大家看我身后这个位置啊，著名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就在这里留下了他的一幅作品。大家看，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鲁昂呢，也是曾经英法100年战争时候法兰西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就义城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鲁昂圣女贞德教堂。整个教堂的建筑造型灵感呢，来源于海盗船和鱼。这些三角形的屋顶看上去就特别像鱼的鳞片，而上来这个类似于矛的尖顶，就像一艘倒翻的海盗船底部。吃完这一道啊，咱们的主菜就要端上桌了哈。今天咱们的这个主菜啊，非常的有意思啊，是一个厨王争霸赛。各国厨师以诺曼底特色食材为主题，创作今天咱们的主菜。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厨师呢，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厨师哈，他制作的呢是意大利的饺子，配上了各种各样的奶酪啊。我怎么觉得这个厨师要输呢？我觉得他的这个饺子味道比较一般。你看别人评委在打分，我没有单子来混吃。现在台上比赛的这一位呢是巴西的厨师。巴西这个小姐姐说，她要用他们巴西传统的做法来制作这道菜肴。其实这道菜他们主要比的呢是牛肉啊，里面放的那个泥是鹰嘴豆泥啊，一吃啊，那个风味就非常有异域的那种风味啊。假巴意思来这儿点击一下。这位巴西小姐姐的对手呢是来自法国的厨师啊，我自己觉得那个法国厨师应该是要赢啊，因为他的做法比较特别，他是用热汤来滚熟那个牛肉。跟咱们国内的生滚那个做法有点像。La raviole de bœuf normand avec dedans un petit peu de pommes vertes marinées au vinaigre de cidre, un crémeux de Neufchâtel, le fromage normand. Voilà, ça bout avec un peu de jus de bœuf. 其实评委已经拿完了，现在厨师单独给我做一份出来，然后给我尝一下。哇，这个牛肉。满分！我跟你说，首先那个牛肉的质地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里面呢它裹了一些奶油酱在里面啊，就那种打得很泡的那种奶油，吃进去你就感觉像某种东西在你嘴里爆发了的感觉。不是他专门为我做，我就吹他，他确实好吃啊。我投他一票，虽然我没有投票权，但是我投他一票。最后这一轮牛了哈，比拼的都是来自法国诺曼底大区的1星米其林主厨。2个诺曼底的厨师哈，他们都运用到了诺曼底的苹果来烹饪牛肉。来自冈巴勒的这位星级厨师率先出菜啊。这一道菜呢，用的是tataki这个做法啊，也就是外面呢轻微的给它煎制一下，里面呢还是生的。这里边还搭配了一些生蚝啊。它加入了一些日式的元素，我感觉啊，有一些醋，然后吃上去很像寿司的感觉啊。来自鲁昂的这位星级厨师的菜也准备好了，是土豆苹果馅饼啊，加上了一块当地的牛肉。土豆搭配苹果，这个搭配其实蛮新奇的。
它加了苹果酒去烤制那个牛肉哈，然后外面形成了一个像那种类似于焦糖的脆壳，然后带一点微微的酸味儿，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最后一份剩给摄影师了哦。这个牛肉的质感有点牛，就是跟你说喝什么西打酒长大的牛。抽奖，哎，最惊险的环节，抽奖，有没有？谁？哎呀，喜欢的厨师没有得冠军，抽奖又抽不到我，走吧，吃一个甜点啊，要紧。大家现在看到啊，横跨在这个街道上的大时钟啊，就是著名的鲁昂大时钟。它是第一个哥特式建筑天文钟，比伦敦大笨钟整整早了500年啊！这次法国又赢了。这个时钟里的机械零件还是700年前的，现在都还在运作。就因为这些呢，它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时钟。法国画家保罗·高更啊，就曾经在鲁昂待了整整1年啊，深耕印象派画风的创作，都是印象派的画家。你说梵高怎么就混得那么惨？所以说出名要趁早。最后一家，我们又回到了今天早上哈，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布雷欧鞋，这个名字好绕口。布雷欧鞋面包的冠军，他们的店啊，他们家除了面包以外呢，还生产各种各样的甜点。这些甜点看上去好有食欲，做的真的很精致。今天我们吃的最后这2道甜点呢，都是来自这个店的特色焦糖系列。他把那个焦糖做成了像那种巧克力甘纳许的那个味道啊，质地非常的柔和，甜是甜，但是你不会觉得特别腻味。这个焦糖奶油塔做的非常漂亮，里面又用到了苹果。诺曼底大区的东西，苹果、焦糖这2个真的是缺一不可。今天咱们的美食吃席就结束了，以美食来带动人们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哈，这个点子鲁王想的挺不错的。下一次咱们的美食餐桌在哪儿啊？别忘了点赞关注，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有品，每周6更新，拜拜。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有品，每周6更新，别忘了转评赞3连哦。